大家午安，我是秦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今天同样要邀请到我们最厉害的嘉宾郭正亮老师。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请到郭老师来到这边。当然一开始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在中午每个礼拜四12点半收看全球大量化。看完之后，麻烦您不要离开原因是因为等等呢，在下午的2点15分，我们的新闻大白话就会紧接着在 YouTube 频道上线，所以持续留在这边。听完了国际，我们再接着来看看现在在台湾还有哪些大事。好，不过呢，在我们今天一开始还是要先来请教亮哥啦。原因是因为这个雷蒙多呢，他已经结束了在中方4天的行程，最后一天还去了一下迪士尼大家说欢乐的国度，但是这一次他的旅程，不知道他自己给他自己的评分是怎么样。其实这一次呢，他也见到了李强，那李强呢再一次的强调，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两方的压舱石，是推进器，希望能够起到一些作用。那确实在这一次呢，也有很多不管是美国的专家或是中方的专家各有不同的评论。乐观一点的，通常都是认为这一次呢，至少它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出来了，跟前面其他3个比较不一样，就是它至少已经确定了，每年至少会有1次部长级的会晤，那会有2次副部级或是局司级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工作会议，甚至呢，在昨天29号的时候，他就直接自己先在中方这边，中国这里就先开了第1场的会晤。但是呢，过程当中你也一直看到雷蒙多他会似有似无的跟他们自己的媒体记者讲说，哎呀，你看看，其实呢，中国领导人有呼吁我要降低所谓的科技管制出口，我断然拒绝他。我告诉他说，哎呀，我们还是国安最重要。虽然我们99%之间的经贸往来都跟国安没关系，我们真的没有要脱钩。拜登有特别请我来告诉中方这一边，但同时呢，他也若有似无的提到了，哎呀，我们这里的美国企业一直抱怨说，来到你们这边风险好像越来越高，甚至变得无法投资。一来一往之间，请教亮哥怎么看？他目前大概只有成立那个定期沟通机制，算是新的啦。那这个你当然可以乐观看乐观看就是说，因为美国实在是制裁中国的企业太多了，700家，对，然后针对特殊个人有500多人那这个就会构成一个年度的，因为每年都1次嘛年度的检讨了，那因为美国现在有点把自己的制裁弄乱了因为以前在瓦森纳协议的机制下，就是那个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已经制造了军工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已经被发现那就禁止了这个科技出口。对，可是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是他认为潜在的可能会被军事所使用，他就禁了。可是目前并没有比如说华为是怎么被禁的？美国到现在还说不清楚它的逻辑而且你要证明比如说假设你证明说它有装后门有安全顾虑或者是说华为的技术会被军方所用，是，那你要举证都没有。那举证他希望中方提出来，没有你指控你要举证他指控了，他没有举证对，他不负责。问题在这里吧，然后。比如说人工智能，他就认为，这个可能会被军方所用，所以我就要打压你的发展所以美国目前的所谓的国安考量下的科技管制出口，是对未来的可能性在做管制，并不是成为事实那你如果要这样禁，那就变成毫无标准了嘛比如说人工智能航母机也被你禁了那个海康威视也被你禁了。海康威视就是做监视器而已对。那请问这个是哪里有国安问题那不是到处都有所以我是说，美国的问题现在是出在这里就是它这个科技管制出口的标准不明确了那变成是它随想然后就调整标准比如说去年10月7号，它对半导体制裁嘛，做管制出口。那一开始是很明确的，就是什么样的技术规格，那以上的就不准出口。是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说，台积电的28奈米是安全的
那成熟制程是安全的。可是今年6月我们又听到他要求荷兰 DUV 也不能卖。对。那请问这是根据什么？DUV 就是做成熟制程啊，所以不是你自己改变了吗？所以也难怪中方会有一些人悲观啦比如说石英红他就说一样啊，他跟叶伦讲的话是一样的嘛，就是我们有小院高墙啊，那是基于国安理由啊，所以那部分的科技出口管制是不能改变的问题是人家问你的不是这个问题啊，人家是问你的，请问你那个小院那个围墙是根据什么标准搭的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嘛坦白讲，我从这里我就看出 Raimondo 是没有准备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专业了，那专业是他的副局长，就 BIS 的局长那个军人那个事实上是从国防部调过来的。我认为这个部分恐怕不是他的权利了，虽然他表面上是挂部长，可是他并没有科技专业所以 Raimondo 你要知道他的出身嘛，他是罗德岛州长，对，然后是律师出身，那后来没有当州长之后，事实上是在投资银行上班，所以他对科技并不熟啦，所以美国的各种科技管制出口，基本上就是那个副局长定的啦，然后那个副局长当然会找一堆专家啦，包括国防部的人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有一些人就会觉得他没有回答这方面的问题那如果他没有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后续要进展下去，宣布一些具体项目的解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比如说，我们就没有看到中方对波音的737 MAX 做出解禁的宣布。对，因为他特别有提到说这个737 MAX 现在你们也已经开始飞了，那你们之前买的还不是新订单对，你们之前买的，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交货？对，可不可以交嘛？因为它一定是有定金，那你还有前后面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中方不具体回应？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回应任何问题有来有往嘛。当然是这样啊，比如说美光 ，Raimondo 也有提美光啊，他也没有回答那 Intel Raimondo 也有提啊，那中方也没有回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这样的角度看，就是 Raimondo 可能是把这些问题都带回去了啦，然后他不能做决定了那他唯一做了一个人家觉得是突破性的决定，就是成立了定期沟通协商机制嘛。对那除此之外，感觉他并没有打算这一次做回答，他还是把这些问题都带回去给拜登基本上是这样嘛那可是双方却就是双方从头到尾给人家感觉故意要把那个乐观的气氛给营造出来。这个包括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莹束觉婷他特别出来讲，说是我们邀请他的，是那欢迎他来访，是那也包括中方对。Raimondo 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用积极的字眼来描述了，就是双方做了建设性的交流等等因为坦白说了，中美的博弈那个商务部所管的事项是最多的啦，所以到最后如果说真的有所谓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了，美国能够让步最多的也就是商务部了。因为其他，比如说那个贸易战的关税这个坦白讲，这个有象征性嘛。那拜登能够动吗？因为你如果一动，那共和党一定会攻击你嘛。事实上，这次共和党的议员就已经在攻击 Raimondo 了，是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目前美国内部的氛围了那就是说，基本上拜登真的可以对中方做让步的，就是商务部的事项。那反之亦然就是中国要对美国做让步，也有很多项目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你刚刚讲的波音的737的 MAX 嘛要不要让它进货那甚至还提到什么陆客要不要让更多人去美国旅游那还有比如说那个个案美光英特尔
要不要做回应啊？已经在申请了嘛？所以我是觉得，可是我感觉这个模式就是跟前面的都一样，就是大家都谈了，都沟通了，可是并没有在这一次就直接把结果宣布出来，所以你就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只有程序性的成果，就是说啊，我们以后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啊，那避免美国宣布制裁中国企业显得太突兀啊，那如果宣布了太突兀，那至少每年都是可以沟通的，那可能有司长到次长到部长，有不同级别嘛，对，所以这个大概会让人家乐观的是说，未来美国对中方的制裁不会显得太突兀了，至少他就只有这样而已。先沟通一下，对，可是既有的，找专家一起来讨论。可是既有的，对，没有处理，既有的并没有处理，既有的就是那700项啊，然后当然700项就包括半导体嘛，然后500多个个人啊，对，他没有做具体的处理。是，所以听起来好像亮哥的意见跟这个新黄老师比较像哈，觉得说，他其实跟前面这几个好像没有什么实质上面的差别，就是对。可是我跟你讲啊，两个国家，因为两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啦，你要先做这样的理解啊。所以在完全没有信任的两个大国，如果愿意建立定期沟通机制，这当然是突破。你不能够说这个不是突破啊，不然。美国军方跟中国军方为什么不建立这个？现在就停了嘛，对不对？那叶伦跟中国的财政部为什么不建立这个？也没有啊。中国大陆还是卖美债就卖啊，我哪管你啊？中国6月又卖了100多亿美债嘛，那我干嘛跟你建立那个什么沟通机制啊？那之所以为什么要建立沟通机制，就是表示商务部的所管辖的范围真的蛮大的。它具体的事项实在太多了啦。就一直以来都蛮杂的啦。对，所以什么旅游的也归他管啊。明年要开始在中国这边举办旅游的领袖峰会啊，这个现在也已经定了嘛啊，因为雷蒙多在去之前已经先讲了，希望陆客来美旅游可以回到2019，就是疫情前的水平，说这样呢也可以帮我们每一年创造300亿美元的收入，然后还有5万个就业机会。但在这一次当然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对话，已经让很多人觉得说，特别是他们还会愿意找专家一起来成立一个工作会议那能够一起来讲话，民企业就是吸纳各方的意见，然后聆听各方的意见，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哇，至少那个压舱石还在，不会让整个很失序。然后呢，这个美方这边的专家他们的讲法是说，中国其实就像刚刚这个亮哥讲的，也许在某些部分看起来，你觉得他做出亮步，但他一个推测啦，这位老师是这个杜斯特伯格，他特别认为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让他回去之后，可以透过美国的商界来给他们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要求在某一些出口的限制啦、管辖啦，或者是对华的直接投资啊，那来回过头来用这样的压力，让拜登政府，也就是目前在美国境内。可能有2种比较不同的鹰派，一个呢就是比较务实，像拜登这样，他可能还是想做点事情的；一种就是逢中必反的，那可能就会比较像川普他们那个时候会比较激进一点点的。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以前如果可以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个时候很好的时候，那现在经济这个部分是不是中方也不希望停下来？不，这个层次不一样啦，那个。经济战略的那个是高层次，没错。我们讲的说企业可不可以反映意见，事实上英特尔还有那个美光跟 NVIDIA 就是嘛，可是他们是事后反应。对。那我觉得这个的差别就在于说，他未来愿意建立定期沟通协商机制，而且是让民营企业在第一时间做反应。那这个有很大的区别了。比如说我举例长江存储在6月，那在中国。那个国内的演讲，他在那边抱怨嘛，他说美国对我们做这个晶片的制裁嘛，那个比如说 DUV 啦，这个就阿斯麦尔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制程设备了
那没想到连旧的机器已经卖了哦，零组件也断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细节，这个我们一般人不会知道的，对，可是企业会知道，就说你新的机器不卖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已经跟你买了10几部了，几十部，那我现在缺零组件啊，你怎么可以断货呢？你这个是违约，对，因为以前签都有一定的保固维修的义务嘛，对不对？那结果你现在居然给人家断货，然后理由是因为美国在科技制裁，说类似这样的声音，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定期沟通协调机制，那就可以及早发现了，是有这个功能啊，所以你也不能够说这个不重要，因为未来可能就商务部对商务部，然后就直接请相关的企业还有专家就进场一起讨论。那这样子，美国要制裁某个项目，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具有那么大的任意性了。因为它真的是太任意了啦，任意到让人家已经抓不到，没有办法预测了，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没有办法预测，就会造成供应链突然不确定嘛。那你这样叫人家怎么做生意？因为海康威视也有一大堆的合作方啊，不是只有中国啊，那就突然之间他不能卖美国嘛，那人家怎么办？我只是举例啦。所以我觉得，就是表面上你看这个好像只是一个程序上的沟通协调机制，对，可是它是会有作用的。因为他就是说以后企业也来吧，那专家也来吧，那至少就不是那个政府官员搞不好就是一头热啊，或者是因为国会议员要求啦那我觉得这里至少可以增加一点专业的成分所以就会使得以后爆冲几率会降低。可是人家在抱怨呢，像石英宏他在抱怨的是说，那既有的呢？既有的你有处理吗？都没有处理。对，他在抱怨的是这个了。所以就是以前是任意到有点任性，现在是不是不要再那么任性了？但是呢，这一次这个他来到了中方之后呢，在这个雷蒙多比较特别，是他去了上海，然后在这边呢，因为他毕竟是商务部长嘛，这边有非常多的外企这边美企，然后呢，所以他也来聆听一下美企的声音。那美企先前呢有很多对于反间谍法等等的疑虑等等，他这一些还是想要吸纳意见之后，然后呢再转交给中方这边跟他讲，因为他今天也这样见了这个上海这边的官员，希望能够实际的有更多的传达。但是呢，在他即将要离开中国之际，有人就开始注意到了，他以前呢总是喜欢点名的华为公司，比如说4月他还特别讲说，华为云会对我们的国安造成威胁我们可能也许会对他再把它列入贸易黑名单等等等，常常提到华为。华为这一次呢，大陆的网友是讲说，是故意的吗？以往华为在发布新手机的时候，都会先有一个比较，比如说你知道总是有个宣传期嘛，会先预告，然后说哪一天呢会有个发布会，然后新手机上来。现在没有现在华为的这一支新手机 Mate 60 Pro。全球首款的第一支卫星手机，然后突然之间网络上就开始卖了，所以很多人大家就会开始讲说，哇，这个是为了要欢送雷蒙多吗？告诉他说，你看看，你不给我们晶片，我们自己也做出了这个可以媲美 NVIDIA A100 的晶片，据说是他跟中芯一起联合起来所做出来的新晶片，5G 晶片，但是。真的假的？然后更多的内容细节，华为这边有没有更多的说明？你怎么样来看这个时间点？我并不认为这个是针对 Romando 的啦，因为华为 Mate 60 Pro 早就传出一些特质了啦，对，就是它是5G 手机，然后可以打卫星电话，这个早就知道了，所以并不需要余承东再去鼓吹啊。网络上不知道讨论多久了。它之所以延迟出货，我认为是因为它要确定晶片量，是因为那个5G 晶片，因为大家也在猜啦，它是从哪里来的那你如果是从中芯来的，那中芯能够供多大的量？那因为那个量要够大，才是真正的突破嘛。是不然也有可能是他不知道透过什么管道拿到了，可是那个量就不会太大。比如说有没有到达1000万只？那个就会跟它供货量有关。当然有关万一人家买了出不了怎么办对不对？不是因为不是如果是中芯国际量一定很大了。对啊，
但他现在也没有说他到底是哪来的、对，可是就是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了。可是到时候一定会有专家买了，然后回去拆开来看。所以秘密人家还是会知道啊。那只是说，这种晶片你怎么会拿得到？那是中国大陆自己自制的，还是透过半导体贸易的特殊管道拿到的？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可能有人愿意卖给你。有利可图嘛？不怕美国，不是有利可图，不是有利可图，是不怕美国，是不怕美国。哦，好。是不怕美国 ，OK， 所以也许这个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其实从这个科技上面看起来，就是一种围堵的力量在出现。那目前呢，基本上这个经济学家他就在讲了，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很多的金砖，他认为，好像也看到另一种围堵的力量，可是他的评比是拜登改变美国的亚洲联盟，基本上呢，他觉得拜登的这一股力量，因为在这个大卫营跟日本跟韩国他们一起站在一起之后，他觉得这个力量是胜过于金砖的。原因是因为在金砖呢，他们就认为说，是不是真的有完全的合一呀？他反而是给了这个拜登比较多的分数，认为说他正在改变。这是经济学人的观点嘛？对，经济学人基本上不用看了。你已经直接，他就是一个反共媒体了。他说他可以让日韩抛弃。请问他达成了什么协议？除了定期开会机制之外，达到什么协议？他举例啊，你达到什么协议嘛？金砖至少有达成，他要成立一个支付机制嘛？对。那请问大卫营达成什么决议？你告诉我。请问你三国演习要在哪里？没有任何成果啊。事实上。介大使的成果，他认为那个成果就是假的，所以经济学人的评论，他已经失去公信力很久了啦，基本上，这个大卫营没有人看到任何实质的东西嘛，因为外面是在吹是不是小北约嘛，对，那小北约你就要有你说你要联合发展武器，我没有看到因为你只有跟日本你还没有让韩国加入对，然后接下来三国联合演习吧，韩国赶到日本海演习嘛，我们还没有看到那如果只是日本海演习，那就是原来的美日安保嘛，并没有把韩国扯进来那韩国敢把中国跟俄罗斯当作假想敌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评论太早了，评论太早。可是金砖明年要成立非 SWIFT 的非美元的支付机制。这几乎是确定的，是这个一定做得出来，那这个当然就是他的，那当然还有扩容啦，拉了一些新的国家进来，可是具体要怎么做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金砖银行能不能有别于国际货币基金，有别于世界银行来抢救伊索比亚跟阿根廷的经济，我们还不知道，可是至少金砖银行。前一阵子增加那个新会员叫孟加拉嘛孟加拉的经济被抢救回来了，就是金砖救的这个是具体的个案嘛所以经济学人你不要听他那边胡吹了那大卫营请问有哪件事你敲定了吗？你敲定了吗？你有看到尹锡悦敢公开站出来支持福岛排核污水吗？不过他们最近把国防部里面的抗日大将的那个雕像说要给他搬走，再换另一个今日大将的，国内也开始有一些的骚动这样子。我那个也要看他具体做什么事。对啊，那个意识形态之间的那个只是人事而已嘛。我是说你要具体做什么事嘛。而且尹锡悦我认为他是撑不住的啦。因为这一次的福岛排核污水，我认为韩国国会一定会做专题的一个诉求啦。因为尹锡悦在韩国国会300席，他只有115席，他跟日本是不一样，他的政权是不稳定的然后他的总统大选只赢了0.8%，那他的对手李在明已经公开跳出来了，直接批评他就是日本的走狗就你已经骂得很难听，你已经对立到这个程度了嘛？对，所以这个要怎么走远？这也轮不到经济学人说话了，就你拿出具体的成果告诉大家嘛，不然都是吹牛啦。是，经济学人也帮美国吹牛了一大堆说美国中东还是很稳定稳定个头了，稳定。
它中东哪里稳定？还有东南亚，有稳定吗？他最近做了很多结论都是错的啦，错的非常离谱了。这我们亮哥的点评。既然我们讲到了核废哈，我们就直接先来讲到这一 part 了。好，这个呢其实是现在最新的一个，就是 IAEA 呢，他又进到日本了。他告诉大家，这个水真的没问题的。总干事证实，首期排放的福岛废水无害无毒。好，再一次的给他挂钩警。然后呢，大陆的外交部他就想问了，说那现在是怎样？除了美国，到底还有谁支持呢？因为韩方他们隔壁的邻居已经直接讲了嘛，他不赞成，但他也不反对，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见啦。可是呢，尹锡悦说他要每一个星期都吃海鲜给大家看，消除大家的疑虑，告诉大家这真的没问题。好，但是在中方，尹锡悦是吃韩国的海鲜。然后他是对，可是他是说他还是要吃海鲜，因为也影响到了，大家也担心他很近嘛，他会影响到他们的没有相关的要200多天才会到韩国。哦 ，OK， 好，事实上到中国大陆也要240天，对，所以韩国还没有飘到。OK， 是因为有人已经开始不敢吃啊，确实啊，看到排放，很多人都会开始对，会觉得有疑虑嘛，可是事实上还没有飘到你这里。对，好，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人的疑虑呢，就是他。就像中方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海鲜了，很多人疑虑其实是在于说，为什么现在开始心里头会感到害怕？因为你会认为那个东西有一天就是会到你家门口。当然，那与此同时，大家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要再让它继续了，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它知难而退？中方这边呢，他们是蛮强硬的，直接就说禁了所有的这个日本水产的进口。当然讲法很多啦，日本这边呢，他们水产署也有人讲说，其实我们每一年大部分也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吃的啊，进到中方这边也不是那么多。那中方呢进他们，其实呢每一年他从日本进口的量也没占那么多，所以呢。彼此之间各有各的攻防，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外交战。最主要原因是民间的情绪。但你来看到，现在日货跟浮世绘说都已经遭殃了哈，很多人都会开始来有相关的这个比较情绪性的字眼在出现。那同时还有什么？有人呢甚至用砖头去砸中国驻中使馆、日本驻中使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让日本的外相呢也已经开始来这个中国的大使说你必须要好好说话。日本呢，则是有这个政治人物开直播说，那现在是怎样？中国人如果你要来我们这边旅游的话，先吃我们的海产，甚至还喝一口核污水，你才可以进到日本里面来。还看到有小吃店门口直接写，我们卖的就是福岛海鲜。警告中国游客，大家就觉得那个紫色意味真的很浓厚。那岸田呢？其实它内部因为现在支持率也不高，那现在这个核污水呢，会让它的政府的民调雪上加霜，因为认为它政府说明不充分的也占了81.9%。他们日本国内不只是渔民，有很多人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您怎么样来看整体的事件，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消长？中国大陆后来政府有表达一个立场啦，说日本只要停排放，对，它制裁就立即取消。就针对这个事件。对，所以它事实上立场已经出来了，就说你什么时候停止排放，我这边制裁就立刻取消啊。那现在问题就回到岸田这边嘛因为第一期首期的排放是17天了，它总共要排7800吨，7800吨啊。我认为岸田在第一期他不会让步了。他会把它，你就这17天会走完？他会走完，不管怎么样。可是走完之后，第2期会不会再排？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你不要以为这是1年的可以解决的，这是30年的排对啊。这个以岸田的声望，他能够撑，继续排下去吗？这个就是他自己要考虑的啦。那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已经变成政治事件了啦，那政治事件你只能够从实际的损失来评估嘛，这已经不是立场了啦。比如说，你说原子能总署跟你说第1期那个没问题啦，那我怎么知道第2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要排30年嘛。对。而且我怎么知道会不会累积啊？是。你一次性的也许没问题，那会不会累积啊？等等，这他不可能一直回答这种问题的啦所以接下来就是看具体损失嘛，因为东京电力公司它用 LPS 来所谓的过滤那它的成本总共是34亿日币。那你1年到中国大陆的海产品就820亿，你就亏了嘛。
然后你日本政府编了700亿的预算要去洗地嘛，要去做文宣啊，这个听起来就不合理嘛。因为人家建议你，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建议你说，你把它蒸发啦，是不要排到海里面，它贵啊，10倍嘛，对啊，10倍也只有340亿啊，也比你现在的损失少啊。哦，你说有这个价值上面，当然我们就很直接用数字上来看。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嘛，政治就是因为这个并不是完全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嘛，而是可以算的，所以你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嘛，而且你的这个排放的福岛的污水，坦白讲，第一个到的地方是俄罗斯了，往上走了，往上走，洋流往上走。第二个叫阿拉斯加了，那你认为美国人都是塑胶吗？就是当他到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时候，你真的很确定布林肯跟拜登会继续支持你吗？这个就是你要去评估嘛，那中国只是先做动作，坦白讲，要到中国也要240天，因为他要绕一圈回来，然后才会到这边。那可是也有人算过，说他是一波接一波这样排，所以到圣地亚哥的时候，那个浓度事实上比日本要浓10倍以上，也有人做这样的评估啊，那你就去看加州移民能不能接受吧，加州的环保团体能不能接受吧，那到时候布林肯还敢讲话吗？就是你把它当作外交事件来看嘛，那如果到时候美国也开始改口了，因为事实上就有人发现今年的上半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海产突然减少，那怎么会这样呢？不是布林肯说很好吗？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那为什么海产品在减少呢？因为我跟你讲啊，日本是这样，它的海产出口啊，当然大部分是日本人在吃，这个这不是废话吗？是啊，这个重点是，它的出口第1名是中国嘛，第2名是香港嘛，是第3名是美国嘛，第4名是台湾，那台湾到台湾了已经很久了啦，大概1年半以后。那已经很久了啊，大概要500天以后啊，所以坦白讲，台湾并不是首当其冲啊，首当其冲往上的事实上是美国，那俄罗斯已经表示了，他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查日本进口的海产品啊，可是俄罗斯进口也不多，因为俄罗斯自己的海产非常的多啊，那事实上坦白说了，那个中国水产出口是世界第1啦。它主要是进高级的日本的海产，比如说北海道的扇贝，是北海道事实上出口到中国就占430亿，超过一半啊，所以是特殊种类了，比较高档的啊，那你岸田自己去算一算你嘛，比如说你现在让东电只用34亿在做这件事，对，那造成了一大堆困扰。你还要编700亿预算去帮他洗地做文宣，那这个的不满可能会越来越多哦。因为德国现在的环保这个环境部长也是绿党的嘛，他公开反对啊。那以美国人做事的习惯，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智库、科研机构来做采样嘛，那可能结果对你不利哦。因为我跟你讲，只要发生几种情况，你就完蛋了。第一个是，你就不要被验到一条鱼有辐射成分。对，这个几率你不能说没有啊，你就真的信东京电力信到这个程度啊？还是你到底收了人家多少钱啊？就讲白了是这样嘛。所以我不认为会有一个政治人物赌那么大了，因为这个风险太高了啦。你哪一天人家真的发现几条鱼有辐射，那你怎么办呢？那岂不是日本的鱼没有人敢吃？这个我们讲的不是出口啊，是连日本人自己的信心都没了。因为现在有大陆的网红直接到日本这边来做相关的街访，结果就很多在街头的日本人，他们自己讲说：“哎呀，我看到新闻，我自己现在对于吃海产，我也会觉得很担心、很害怕，可能以后就会减少。”事实上，他们有做民调啦，就是说，那表达对政府排放政策理解的日本民众是67%。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国内市场不会受影响啊，你只要发生一个事件你就知道了。那个事件发生的几率真的是有的，而且蛮高的。
可能会发生在 anywhere， 你知道吧？啊，那另外就是这个政策，你是要给人家搞30年呢，你要这样赌吗？而且岸田他搞这件事，他民调掉了2%。对啊，你要赌30年啊！本来你是明年9月任期到嘛，9月要下台，你会不会搞到自己提前下台啊？你觉得有这个几率就？当然有啊，就是你不要出事嘛，你怎么知道不会出事？你为什么会对 ALPS 这么有信心呢？然后 ALPS 都不会折旧吗？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对东电那个所谓的辐射过滤系统有信心到这种程度？事实上不会有一个政治人物这样玩呐，因为你是每天都在排那这一梯完了，下个月又有第2梯这个风险太高了啦。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也嗅到这个味道，所以才会讲出那句话嘛，说你什么时候停，我就解消制裁。他也不想闹大，因为我最近又听到一些说法，就韩国方面就那边讲说，我们应该来推动中日韩高峰会。是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底气来推呢？他们就想说，我们上次不是已经有个国际会晤吗？那现在中日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希望影响我们三国重启协商机制。还记得之前呢，三国的元首，然后在中方有没有站中间，然后旁边安倍啊，然后大家手牵手这样牵在一起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样吗？你去想嘛，如果日本继续排，有可能高峰会吗？这简直做梦嘛！可是现在也有另一个讲法说，到底中方的态度是什么 ？BBC 他的讲法是说，中国愤怒意在沛公，标题就写这样。他们认为呢，中方现在这么反应大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政治问题，是因为日本针对中方的举措，比如说他去跟韩国跟美国在大卫营站在一起，跟他们越来越近，要跟他们联合军演。他认为意在沛公，真的是东电的问题吗？或者是这个排放核污水的问题吗？他觉得有，可是重点还是在后面那个。可是你讲这个没有意义了，因为你继续在排嘛。对，但是所以就会有人用这样来说你嘛。大众到底是什么？那另一种是什么？另一种是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个是英国的外相他其实就即将要来中方访问了。结果呢，现在大家开始说。网友质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的官媒环球这边突然说，他们呢要跟英国来讨文物，要推动这个大英博物馆归还，那不是政府立场啊。对。是环球网嘛？那但是问题就是《环球时报》这个讲法呢，让网友认为说是不是要转移？没有，《环球时报》不代表政府，不代表政府。大家会比较觉得它是偏没有，它完全不代表政府啦。好啦，不是新华啦，所以不值得访问啦，不值得评论。然后在微博热搜50名，也有人说什么为什么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话题一度消失，后来才又出现，反正就是。中方的民间有各式各样的讲法，情绪是在的。好，先讲这个情绪是在的，因为日本这边他们已经证实了，就是在东电附近的很多的餐厅啦、民宿，他们就纷纷接到电话。这个是日本他们讲的，说他就是看，然后就有86的电话一直打来，所以他们也不胜其扰，情绪是在的。但是日本的中方的民间又有各种情绪，认为说政府是不是也不想，就像你刚刚讲，不想把事情闹大？对，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目前中方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当然会担心日本的单位会有人去破坏嘛，比如说去日侨国小、日侨学校抗议啊，就是当年那个钓鱼岛事件那个时候的样子，有人去冲玻璃门嘛，是。那还有那个。有人去那个丢砖头嘛，等等嘛，那他的那个微博那种叫做调温度啊，那个随时可以做的，不要让它太热。对，不要让它太热。可是他就看你在排嘛，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没有止境的啦，那因为没有止境，所以就会造成那个岸田想要跟中方做比较高规格的接触变得都不可能啊。比如说国民党，他要访问，国民党是有中的政党啊，他本来要排好像是2728吧，去访问北京啊，北京就建议他暂缓，就你现在来没有办法谈呐，那如果连国民党都没有办法谈，那自民党怎么可能？所以就全部都卡住了嘛。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情况就会造成日本跟中国本来岸田想要推的东西就全部卡住了。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继续下去嘛。那这个就是岸田自己要去估它的代价了，因为这个议题就变成是日本民众也不是认为你完全没有错，因为东京电力这个事情，他也承认说目前核污水占66%，他承认哦，说是污染水哦，然后他是说因为我们 ALPS。所以可以过滤之后就没事了。对，可是这一点没有人相信嘛。因为这个机器30年内都不会有问题，这个没有人相信啊。你总会有意外吧？那你的就是核污水66%啊。那你如果说在安全议题上可以过滤到0，那你为什么不倒在境内的土地？对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排到海里面？这个说不通啊。所以事实上，当初为什么这次惹起人家那么大的生气啊？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是真的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福岛事件，所以那个时候各方建议了5种方法来处理，就技术方法有5种。那最贵的那种就是埋到地底下，对，那个很贵啦。那最便宜的就是这个嘛，就是 ALPS， 然后倒到海里面去嘛。那他总共花了34亿日元。对。那中俄也帮你想了第6种方法，说你把它蒸发嘛，那不要排在海里，那大概需要340亿日元嘛。所以我跟你讲了，政治啊，一开始冲突点出来之后，那各不让嘛，那各不让就要开始找妥协点了。那个妥协点就看你岸田要排几个月吧。那你排几个月的这个期间，中日你就不要想接触了啦。那这个就是你的代价嘛？那你要不要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啊？那你事实上为了处理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民调不可能好转的啦，因为你一直排，只会更坏，不会更好了。就国内已经看到那个隐忧，而且对你有成见的人不会改变想法的。对，大家就认为说早晚会看到一条死鱼啊，或者看见辐射鱼啊，大家就会这样认定嘛，认为这是早晚的问题。那对不起，你要排30年呢，这怎么会对你有利呢？你等于是好像有一个背后林一直笼罩着你啊。那你未来周边国家的外交，你看你怎么做？比如说好，假设你要跟尹锡悦再见面了，对，那现在在野党就变强硬啊，在野党就说尹锡悦你现在还要去见岸田啊，他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嘞，就会变成这样嘛。那更何况是中国，所以我是觉得。他一定会逐渐的感受到那个背后林的笼罩效应啊，那使得他跟周边国家要开展外交都变得非常困难，就变成这样。所以就是本来还在想说，就G20有没有可能就是场边会啊，或者是他们中日现在友好几年啊，希望能够再见面啊，这些就通通不可能了，因为太近了，喊卡了。不，因为G20就快要来了，9月10号。是啊，太近了啦，太近了。好，有没有可能他会改变想法呢？这个我们就持续再来关注。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要来讲了哈，因为呢，其实呢，在现在这个美方哈，我们看到说他跟日方跟韩方他们站在一起之后，那大家一直在问的就是他到底对中方他们的态度会是什么？因为先前中国组的这个华自强他离职了嘛然后雪曼呢也离职退休了嘛哈，那一直好像家里没大人的状态，现在传出有可能会有一个新大人来，他是谁？他是兰伯特啊。这样说呢，亚洲问题专家曾经2次呢来到这个北京大使馆这边来任职，那是现任的副助理国务卿，目前负责的是日本、韩国、蒙古啊。之前呢，他们说有几个事迹啦，就包括了先前在南海这边曾经有美国的间谍机跟中国的战斗机相撞那个时候呢，造成了中方的飞行员死亡，他是有在处理这个事件的。那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呢，则是说，基本上呢，他现在也曾经在这个对抗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相关的影响力当中，有成功策划新加坡人。成功的击败了北京支持的候选人，国际著作权组织啊。对，那等于说他对中抗中，可以这样讲吗？抗中或跟中国交手有过2次经验，现在说有可能是由他来担任这个中国组的组长。那您怎么样来看？就是之后他们的态度，因为大部分人评估是认为路线不会改变。但有可能会像之前比较强硬嘛，因为华自强跟 Sherman 离开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会不会是鹰派
的挫败，您怎么看？我不认为这种叫做个人立场啦，应该是跟着拜登走的啦。对，Sherman 的专长也不是中国啊，可是他看到老板这么强硬，他当然就跟着强硬了，那 Sherman 的经验事实上是欧洲跟俄罗斯，他也不是照样在处理中国问题，那我认为啊，他那个所谓的 WIPO 就是那个联合国那个著作权组织啦，后来新加坡选赢了嘛，对不对？对对对。事实上，我觉得那个主要是因为这个议题本来就是中国比较弱的议题了。你那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人家当然会认为先进国家比较有经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哪一个那个联合国的附属组织啦。你去选别的看看，看你选得赢选不赢。中国大陆、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很少过的啦，这也不用吹牛了。这个就是一个特殊议题，就智慧财产权嘛。那智慧财产权，西方国家当然累积比较多的经验嘛，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组织呢，你要不要去民航组织你去选选看，基金组织你去选选看啊？那如果跟发展中国家有关系的，几乎都是中国支持的人当选了，所以这个也不用吹牛啦。还有就是你说那个意外。这个也不算是凸显什么立场啦，而且那个军事的问题不会由他处理了，美国应该是交给国防部处理了，应该是奥斯汀那边了，那只是说他现在急着恢复军方沟通管道嘛，表示以前沟通管道有的时候就是军方在处理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影响不大啦，倒是我们会注意的是他。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啦？比如说，他是不是要把那个香港的以前驻香港大使馆，美国有将近1000人嘛，那因为现在香港定了国安法，所以大量的人离开嘛，暂回他那个部门呢，就是中国部门呢，那他会不会以后把他派到台湾来了？这个就比较具体吧。不然 AIT 为什么要加扩建？我看这个比较具体吧。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因为这个级别的人，他要浮上台面，目前也看不到，因为他就是代表布林肯嘛，对不对？那布林肯现在都亲自出面了，怎么会轮得到你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重大议题了。OK。好，那您怎么样来看拜登呢？他现在去完G20之后要去越南，9月10号已经说好了要访问越南，要提升变成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虽然说呢，目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中方，然后第二个呢是俄罗斯、印度、南韩，还是比美国高一级，但他觉得说呢，我们就是过去1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时刻，我们越南愿意跟我们交朋友，愿意跟我们再好一点点。您怎么样来看？有人认为他是挖墙脚，不可能啊！我认为他主要是谈军事了，因为经济他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了，这个上次拜登带去整个东协只带了1.5亿啊，那大家都记得啊，越南人很生气。贺锦丽去越南只带了100万剂疫苗，大家都记得啊，所以越南不会去奢望从你那边拿到钱呐，或者是经济的援助啦，他要的可能是投资啦。那你有带企业团去吗？没有，没有。他是闪电访问，他是他是那个G20之后就新德里那边直接飞过来，一下下然后就走了。对啊，所以我认为是要谈军事啦。那谈军事就是他可能就会说，我们可以送几条巡逻船给你了，就是让你在南海跟中国斗争更有一点小底气这样啊。那未来可能会有军事上的，可是这个早就发生了啦，就是美国的舰艇，到岘港做敦睦的停留嘛，对，这个已经发生过了。之前雷根号也有来。我认为越南不会在军事上太亲美了，不太可能，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更深，而且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啦，它跟美国打过仗，他当然知道美国人的可怕啊，搞不好 CIA 就来了，所以我认为就是有限了。
而且今年因为这个范明正总理跟阮富仲书记啊，跟中国关系比较好，所以我认为政治跟经济上，那基本上是走中国路线的。但是军事上啊 ，OK， 因为他毕竟还是跟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嘛，那军事上如果美国愿意主动帮忙，何乐而不为？他这个就会有点像印度了，就说啊，你要给我好啊，务实嘛，那就来啊，不是啊，很多这种国家啊，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就是说日本要给你巡逻船，好啊，来啊，就这样嘛，那只是越南比较特殊了，我认为越南没有那么强大的亲美的传统啊，没有了，因为他打过仗嘛，菲律宾才是比较亲美的典型国家啦，这东南亚每一个国家程度都不一样了，那越南我认为是亲美的程度算比较低的啦，比如说美国跟新加坡那关系更深，那印尼军方跟美国军方很熟啊，泰国的军方也是啊，那个是有历史的，对，那越南的军方，我看到美国人还是心里恨得牙痒痒，警戒，还是有点警戒啦，不可能跟你太好了，不可能了。是，您刚提到新加坡现在要跟中方恢复军演了哈，因为以往呢，他们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军演合作。那最新的一个军演呢，取名就叫做合作。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前外长还有杨荣文特别有讲到说，台湾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美中来决定的。那现在呢，双方要恢复军演之际，同一个消息是同期间的消息，是让很多的这个台湾绿营的政治人物会觉得说，振奋，为什么？你看，美国带朋友来了，美加日韩澳纽，他们要开始进行演习。好，大家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讯息的原因，是因为加拿大他们这边相关的船舰军舰是已经来到了日本这边来做停泊，说他们要参加一个演习，所以大家才知道这个消息说，哇，6国军舰9月会穿越台海，那大家就会开始想说，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具体的内容目前呢，具体的内容好像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内容了，就单纯穿越了。我跟你讲那重点是离多远了？你是中线左边、右边？没有啦，我跟你保证，它会在台湾的临近海域24海里内穿过台海。这么小心哦？本来就是啊，不然你等着看好了。我看多了啦，看多了啦，这个时间点来，那就是就表示他得到台湾的许可嘛，所以他是在他的24的临近海域内穿越台海嘛，那这个中国就没什么话好讲了嘛，跟他就没关系了，本来就是啊，不然你等着看好了。那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大陆这边突然发了一个几十秒的影片，说他们的歼35的舰载机有试飞的影片曝光，大家就开始在想说，那是不是003要好了？可是又觉得他那个飞机好像这个不是003，是他本来就要换机，对，因为这是隐形战机。是，可是他本来说他要放到003上面嘛。对了，可是但是这个又没有折叠翼。不是，他总要练啊，他总要练习啦，那他也可以用现有的航母啦做练习啊，也是啦，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不表示003就要好了啦，是他要让这个机做练习啊。OK， 他表示他要逐渐形成，他真的是要换机啦。那他如果以后歼35这个事实上就是 FC31啦，就是可是人家就直接类比到美国的 F35。对。歼35如果成为这个舰载机的基本配备那台湾就很麻烦了。因为如果航母停到台湾的东海域，然后它是隐形战机，那你不是防不胜防，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啊。它起飞之后，搞不好就进来台湾啦，你看不到，而且很快。当然很快啊，主要是因为你看不到它。对，你可能看到它只有一小点那你隐隐约约感觉有东西进来了，可是你不确定它是什么。那除非你飞上去跟它做直接的近距离，那可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你飞得不准确，你也看不到它，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坦白讲，就比较长的角度看，
这个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是因为现在林姆斯兵哈好像也要开始下水了，大家就有各种的想法。那好紧张。好，不过呢，在最新一个是9月9号、10号，G 团体就即将要进行了。来，目前呢，在国际间知道的是，普丁他还是不会去啊。他呢已经打电话给莫迪了，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不方便去啊。原因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是不是又是因为先前呢他们在国际间啊有一个法庭，然后想说希望能够请他来聊一聊，你到底有没有对乌克兰的小朋友做什么事情？那现在呢，他都不出国，但是有可能10月去中方。克里姆林宫讲说呢，还在协调当中。您怎么样来看普京之后，他如果去了中方之后，一定就是一个“一带一路”峰会。对，“一带一路”峰会，那个应该会去吧？那个当然会去啊，因为可以坐火车啊，而且他们是邻近国家啊，他不用坐飞机啊，而且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完全信任关系嘛。是。他去印度，事实上他还要考虑另外一点嘛。什么？他跟他也很好啊。你飞机飞的过程，你怎么知道不会被打下来？你要经过多少国家？你怎么知道不会被打下来？那第二个是，你如果去了，你讲话的时候，所有的 G7 国家都退席啊。这是必然的嘛。当然是啊，那我何必？所以还是拉夫罗夫去啊。那另外就是印度那么复杂的地方，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在印度被暗杀？印度太复杂了嘛，谁能够确保你的维安啊？所以他现在只能够去那种他非常十分笃定的地方嘛，就他的维安是没问题的啊。那当然，他到中国之前，搞不好还会去蒙古啊之类的，反正他就只能够去维安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上次去了中亚会议，对，他就亲自去啊，因为那个就是他信得过嘛。啊，哈萨克以前也是苏联的地盘啊，对不对？所以只要是不是他的维安那么有信心的地方，他基本上不会去了。这个跟国际刑事法院毫无关系了，因为印度也不会让国际刑事法院来执法啊。印度非常跟俄罗斯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是，可是因为太远了。这个安全没有办法保障嘛，所以他当然就不去了。是，好，印度呢，上一回在金砖峰会当中，我有听亮哥在其他节目点评说呢，他认为就是新德里跟北京这边，北京大胜。好，那可是现在呢，眼前就一个事情，两边要好好的来吵一下，因为呢，明明在金砖的时候，不是已经席末会讲好要妥善的处理边境问题吗？他们印度这边很生气，说：“可是你们怎么在地图上面直接把争议地区划到你们的新版地图里面了？”所以外交部这边呢，他们就强烈的对不起啊，印度的地图也是这样啊，你也是把它划到你里面啊。您怎么样来看？现在中印之间水火不容，因为外交政策他其实是在这样看啦。他觉得说基本上呢，他认为在金砖已经先对过一次了，可是他觉得说现在新德里正在输给北京啊，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印度呢在贸易上面很大部分还是拿中国这边的原物料在做事情，甚至呢在这个亚投行这里，它还是最大的借款国，金融上面有很多需要人家帮助的地方，所以你还是拿人手软哦，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外交政策这个标题真的很奇怪了。请问印度什么时候赢过中国啊？什么时候不依赖中国啊？他有没有不依赖中国的时候？他这标题很奇怪，因为他从来就是没有赢过中国，从来都是依赖中国的，所以现在只是维持既有的状态啊。所以有什么好写文章的？什么正在输给北京，你就从来没有赢过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啊。就是事实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啊。比如说亚投行，中国大陆2015年成立嘛，那中国就回避不要让人家觉得他在主导。印度人是当第一任的总裁亚投行啊，所以亚投行的贷款，结果人家就发现最多贷款的就是印度啊。那中国也觉得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是要走长的嘛那两国的贸易关系本来就是中国远远出超嘛，这个一直没有变过啊，所以我不知道外交政策在惊讶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怎么会感到惊讶呢？对不对？你应该感到惊讶了，可能是说这次金砖会议你怎么全败呢？
哦，那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没有实力嘛。所以你如果从过去的亚投行，你印度依赖亚投行的贷款，对，那进出口中国是出超，而且你有很多零组件要靠中国，对，这个就是事实啊。所以你有什么实力在金砖要跟中国叫板呢？啊，尤其是你怎么可能阻止伊朗入会啊？因为印度想要阻止嘛，对，那他就帮美国宣布一个立场嘛，说最好不要有人被制裁嘛，那他这个话一打就打死了伊朗跟委内瑞拉。他说既往不咎嘛，所以俄罗斯不算啊，俄罗斯他也不敢得罪，好会说话哦，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就没有人理你嘛，沙特不接受嘛，沙特我刚跟伊朗和解，所以我们一起进金砖，一起进上合组织，有利于我们沟通啊。所以你这个就是不能坚持嘛，因为我跟你讲，以目前的状况，金砖是共识决，你印度为什么不投否定票？投不下去啊！你要得罪多少人啊？对不对？还有第二题啊，印度本来要提一个案子，说要限定那个人均 GDP 至少要多少，不然到时候大家都进来怎么办？很多很穷的朋友来了怎么办？那他就是在挡伊索比亚嘛。伊索比亚的人均只有1000呢，1000美元啊，那结果为什么后来他也没有投否决票？因为大家都认为金砖本来就是要展现你比国际货币基金跟世界银行更能救落后的国家啊。那如果伊索比亚不能进来，那非洲人会怎么看？所以他也不敢否决啊。我的意思是说，金砖是共识决哦，你要知道哦。最后印度这2个主张，他不敢投票啊。你不要成为这众矢之的，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他如果这次不敢投否决票，那明年他就更没机会了。因为进来的国家你更掌握不住了。进来的国家，沙特阿拉伯怎么会听你的？阿联酋、伊朗、埃及、那阿根廷跟这个我们说伊索比亚，更不可能听你印度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局，事实上也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而是你本来就没有实力嘛。是美国跟英国一天到晚在吹你的牛嘛，以为印度崛起了，结果你现在才发现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非常小嘛，非常小嘛，而且你也不敢得罪俄罗斯啊，对不对？所以当俄罗斯跟中国都已经有共识了，你敢反对啊？怎么可能？所以这次就完全凸显出印度的实力了，它实力是有限的啦。所以之后金砖有没有可能？就像很多评论者开始每一次在讲金砖，特别是这一次在G5举行之前，大家讲说中国跟印度又不合，你觉得他们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共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吗？不，你应该说，大家就一直有这样的讲法跟评论。印度有没有那个底气来真的反对人家啦？对，他们当然不合，我同意啊。对，伊朗跟伊索比亚他都反对啊。是啊，可是他不敢否决嘛。对，因为你会得罪俄罗斯跟中国嘛，所以这一个盘很显然就是中国跟俄国定的基调嘛。因为俄罗斯跟伊朗也很好嘛。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嘛，你没有办法造反嘛。所以就是到了明年之后更难了啦，更难了，就越来越没有声音了。其实简单讲就是中俄主导了啦，然后你又把中东的国家拉进来，那中东那3个国家又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他们以后也会变成一种声音啦，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之后呢就要紧接着后续再来看啊，毕竟呢现在大家开始在讲啦，中东主权基金，很多人在寻求他们是不是热钱赶快进来啊？现在呢本来主要的钱都去美国，最近开始在转了，要到中国这边来投资，甚至以后可能会变成一股重要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之后非常关注，特别是在财经啊，在创投这边很在意的一件事情。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亮哥来到我们全球大量化。那我们其实呢一开始是从这个雷蒙多这边开始，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亮哥的讲法是说，虽然没有看到一些很突破性的事情，但至少有沟通都是好事啦。也希望他们呢，大家讲的大人不要吵架，大人好好相处，让旁边的人呢就觉得比较安稳一点点。今天非常谢谢亮哥来到全球大量化，我们下个星期4中午的12点半再见，拜拜，拜拜。